Hello， 大家好，我是华志兄。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绅士 368G。其实今年我最关注的踏板车型就是它的 501G， 但那台车以目前掌握的资讯来看，今年好像是悬了。好在 368G 来了，而且它基本上是继承了501的外观设计啊、造车理念等等。而且翻过来讲啊，368的排量和价格会不会才更加接近我们消费者嘛？368平台有两个重要升级，一个是动力方面，第二就是减重，把这些因素结合在一台踏板车上，主张一个 ADV 冒险的这些元素叠加进去，它的产品力表现能否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呢？这台车骑起来看起来究竟怎么样？今天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吧。好，我们首先来展示一下绅士 368G 的骑乘三角，因为这个车有两个版本，低座和高座，座高分别是770和795，类似于挡车的800和830左右。因为踏板车嘛，这里是很宽的。然后这个车也是有大撑的，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觉得用起来还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重啊。当然要学会利用自己的体重啊，那就方便了很多啊。然后我们先展示一下低座版的骑乘三角啊。我今天身高是170，臂展也是170，范围体重80公斤。低座版我坐上来以后，双腿自然垂直的话，大家看我坐的其实是比较靠前的，那么可以前半个脚掌着地，对于我170这个身高，我觉得是比较匹配的啊。那么副驾驶的位置要不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呢？副驾驶其实也是很大的，对吧？坐上来大家看一下，哎呀，给大官人，你快放我下来吧！你看看我前面啊，景阳岗荒野求生打野专业户马上就要来了，对吧？骑乘三角的部分低座版本咱们就展示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我们展示一下高座版的骑乘三角给大家看一下，对吧？好，我们先坐上来，然后把车掰直啊，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啊。这个高座版我坐的已经是比较靠前了，基本上就是脚尖尖多一点点能够着地吧。如果我再往后面坐一点的话，事实上就只有两个脚尖可以着地了啊。当然这个车呢，其实高座版我也能骑，只不过你让我自己买的话，我可能还会选择低座版啊，因为踏板车嘛，我想驾驶起来这种从容淡定啊，是最重要的事情嘛，大家觉得呢啊？只不过我拍的话可能会选择这个高座版本，因为高座版本拍起来镜头里面看起来是更帅一点的，对吧？那么骑乘三角的部分咱们就展示到这里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绅士 368G 的外观设计和细节配置。它的轴距是1560，整备质量198公斤，实物比视频和图片也看着精致和小巧了一点。从它的整体比例、线条的应用可以看到跨界与融合的元素，生活和远方交织在一起，那种感觉就好像武藤兰穿上了盔甲一样，既刺激又方正，淡化了用户的隔阂，模糊了车型的边界。特别是从正面看起，我觉得这平直有机甲风的头部造型在国产踏板里还是比较少见的。风挡的造型比较窄，而且很高，挡风面积实际是不错的，但后续的车型好像要变厚和变短。它是支持手动调节的，调节的方式也比较简单。往下看就是这个车辆的灯组，旁边细长的是转向灯，这边一个灯条是它的日间行车灯啊。大灯的话是由4颗透镜构成的，2颗远光灯，2颗近光灯，底下还有原厂就带的射灯。这个射灯还有3个模式啊，白光、黄光和爆闪，通过我们在左边手指的按键就可以进行操控了。后面如果你要模拟啊，对它的灯光效果不满意的话，也可以自己 DIY 一下。转到下面看一下贯穿式的一个护杠，护杠在前脚踏的位置还有一个胶垫，这个胶垫凸出来了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倒车的话是有实际的防护作用，但更重要的作用其实是起到一个防滑的感觉啊。当我们骑行过程当中脚踩在这里的时候，可以给到一个很好的支撑。倒立的减震，吸护的卡钳，搭一个浮动盘的单碟啊，这部分的效能我们都骑起来再跟大家说啊。辐条轮，然后由振兴提供的轮胎，其实是一个全地形态，但我感觉还是偏向公路行驶的，因为你看这个胎纹啊，刻度不是很深。轮胎的规格尺寸是前11017，后15014，明显和 D 和 M 还是不一样的啊。转到侧面，我们来看一下绅士 368G 整体的做工水平怎么样，包括漆水啊、板材啊、装配工艺啊，你看这种卡损啊、缝隙怎么样？其实整体看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在线的，一如既往是绅士比较高的，在国内算得上是比较良好和优秀的一个水平了。这个薄膜还没有撕啊，这个板花包括这个灰色，我觉得是在这个颜色里最好看的。它的油箱容积是17.5升，那毛咕咕的话应该有个400左右的续航了啊。脚踏位置踩上来，大家看一下，面积还是比较可观的，可以给脚部一个比较好的支撑。它的脚踏真是不少，这边是一个让我们站立的脚踏啊，
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副驾驶，坐在后面的一个脚踏了啊，感觉收叠起来车身一体性还是比较强的。这个是高座版本，大家看一下离地间隙底下还有一块护板，高座版的离地间隙是18，低座版的是15.5可以小野一下，冲一下马路牙子这些都是可以的但你要真的拿去飞坡和越野的话，我觉得还是不太适合。整个后段的视觉重点就在这根排气上而且这几种颜色排气还有银色和黑色区别我觉得是挺好看的但有的人觉得这个排气是有点突兀的你看搭这个机甲风是不是就挺配合的？后摇臂为了轻量化设计，还是做了偷轻的这种感觉，是一个镂空的那么这一系列的后减震和其他是不一样，它是带气平的，也是支持调节的。那这个开起来到底怎么样？我们等一下动态的部分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后面的挡泥板怎么变成了一个单层但是好在因为昨天有下雨嘛，我们来亲自试驾了一下，它的挡水效果倒是不错的。你看这边其实封的是比较死的，这个像碳纤维的这种花纹其实是一个塑料垫悄悄就是那种声音了，对吧？原厂就带的前后的行车记录仪的摄像头整个尾部造型看起来是比较方正和饱满的亮灯的效果我们来做一个展示。看着是挺好看的一种感觉好，我们转到车身侧面再来看一下下方它这个车是带大撑的，但是它有将近200的整备质量，所以你要撑起来需要一些练习和力量感的发动机的部分 368cc 单缸水冷4冲程，实际的马力是 38.7 匹，动力方面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应付你日常行驶没有任何问题的，你就开吧这个站立的脚踏其实对这个脚撑子是有一些影响的，你把它收起来以后刚好在这个下方你来打这个撑子的时候半天你够不着，实际你得用脚来勾它。低座的版本比高座还严重一些，高座好赖伸出来一个小触角让你脚去寻找它，希望后面配件这些问题能解决一下，因为它的使用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嘛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座筒和坐垫这种缝线呀，包括海绵的填充甚至还做了一些符合机甲风的造型这个小靠背面积也还行这个蓝色是一个塑料件翻毛皮这种摩擦力还有海绵的填充，舒适的感觉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那么讲到座筒了，我们也来看一下座筒下方的储物能力怎么样，还是非常大的，放2顶全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在前面放了1顶半盔，后面就放了一下我拍摄的器材转到下面看一下材质部分有一层柔软的保护垫摸着还可以，中间是一个小的工具包，这边有一个 Type-C 和 USB 的充电口这边还有一个小夜灯当然我车没有点火日常使用起来我觉得是大大方便的座筒的容纳空间挺大的。前面呢我们也看一下卡榫在这里我们通过向内按压的方式就可以打开了，它的容量没有很大，而且只有左边有，大概可以放下手机或者一瓶水的一个容量。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充电口一个 Type-C 和 USB 的，那所以我们在模拟过程当中驾驶很多设备的话，这